稷下，你为学堂而来。晚辈也想是为了学堂而来，但很可惜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朝廷。若为朝廷，当如何？先生是西楚余孽，理当收押，交由大理寺治罪。这件事可以交给很多人办，地方督府、大理寺、太子直率的隐卫司，为何会交给你一个学堂之人？我猜，你的身份一定很特殊。你姓萧，他让你来，是为了让你累积功勋，累积抓走我这个西楚余孽的荣耀。先生果然是与师父齐名之人。你在皇子之中排行第几？第9。身为练剑之人，晚辈敬仰先生，但这和我要带先生走是2件事。你觉得你能够带走我？晚辈想试试。对了，我叫萧若风。好，萧若风。只是如此，学堂李先生所传的剑术，就只是如此。我师父有一剑，叫天下第2，他的剑我学不会，亦挥不出那天下第2，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剑，剑名天下第3。好一个天下第3！那便请先生试我一剑。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睡得可香？别来无恙啊，小东君。雷大哥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哎，等等，我刚刚睡着前是不是遇到了一个人？他跟我说他姓萧，难道是我做梦了？他是九皇子萧若风，也是学堂小先生。此人是来找师傅的。哎，你很聪明，但此人也是来找你的。我要去找我师傅。哎，你终于肯承认你有这么个师傅了。我必须要去救我的师傅，哪怕是拼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去。舅舅，我给你10坛梅书香，你放我走。20坛松林雪，30坛净水月，外加这柄不染尘，一起给你。剑我就不要了，哎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酒，1坛都不能少。走。卓墨公子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逍遥天境，我打不过他。
与君同行吧。嘿。 剑士。你们两个掩护。 这样的你，凭什么带走我？见过先生，方知何为云泥之别。是若风狂妄了。少年人理应狂妄，理应不惧。你是个好苗子，我不会杀你。 我时日不多了，对你们北离造不成什么威胁。此生最大的愿望，便是将我的剑术传给我的小徒弟罢了。那北离便更不会放过你，毕竟您的徒弟姓百里。谁？ 无法无天。我一直都对一件事情很有疑惑。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带走我？当年你以一剑赢万甲，西楚国破后，世人也以为你早就剑折身死。 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苟活下来，想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。设若你依旧如当年一般功力高深，那为何这么多年你不现世？又为何不为西楚报仇？所以，虽然你还活着，想必你的功力也不是当年那般了，是吗？ 畅言小计。已是许久，未曾真正出剑。父亲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我的师父。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？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
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卢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如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前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温壶酒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路已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东君，你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我衣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巷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。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系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弗然振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
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哦，这是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师父。师父，您怎么了，师父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，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父。东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
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。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我带你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傅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就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，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
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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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！父亲，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！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。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嘿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切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儒仙已逝，以你之能，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嗯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
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钱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，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世子，其实我觉得师兄所言颇有几分道理。哼，在钱东城学剑，他永远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小公子，纵使学有所成，不过是一柄漂亮的剑罢了。未经生死，徒手可折。况且，百里东军似乎被一伙不明人士给盯上了。昨日我们便是在古城前辈处遭到了那伙人的袭击。那伙人来路不明，但是武艺高强。他们不但想带走古城前辈，还想带走东军。如此前有狼后有虎的危局，你们能护得他一次，还能护得他几时呢？昨日我也听程峰说过了，这帮人套路确实诡谲，颇为难缠。世子，当年世子学剑也是离家千里求学，难道偌大个镇西侯府中再无高手可教了？天启城的确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但是天启城也是少年们展翅腾飞最佳之地。我相信百里东军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不同意。这样吧，我们问问东军。父亲，侯爷通礼。王爷，世子，不好了！刚刚小公子抢了马，跑出府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跑得好，跑得好！侯爷，如果我是执意不让他去天启，我又何必面上
虚与委蛇。他去哪儿了？出城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公子说他要踏遍黔东城。失礼了。行了，我们去看看。驾！小公子，今日去何处玩啊？今日哪儿也不去，就骑马。刚出炉的红枣糕，小公子煎好了。这，小公子，你要骑到几时啊？骑到落日黄昏，骑到月升星落，骑到身下这烈风居，踏遍黔东城的每一片土地。驾！头儿，追不追？追！驾！慢慢的追，千万别追上我啊！头儿，你又追上过几次啊？其他时候我不管，但这一次一定不能追上。这一次，让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做一次他的护卫。真是一匹不好驯服的野马。看来去不去天启，东军已经有了答案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参军可以当将军，苦读可以中状元，若是西路，可以做那绝世的高手。不必问他能做什么，只看他想做什么。有这样优秀的后辈，侯爷和世子爷还担心什么呢？九王子殿下，但是你把东军带走，可真的只是为了学堂之事啊？只为了学堂。好，东军此去天启，不要牵扯到任何朝堂之事。你可否答应？侯爷放心，我萧若风愿以性命担保。多谢。不错不错，给我畅快。有我当年和顾剑梅一起马踏天启的风范了。么，世子妃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世子妃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创的毒，叫做温香暖玉。若是东军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给你解药；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放心，中了我的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我来了，天启！副将陈升，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司空长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上山去打架了。你看你这架势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小药童的样子呢？我不是小药童，新百草，你再这么叫我的话，小心我一枪给你打晕过去。你那草都给你采好了，自己检查吧。哎呀，嚯，果然有学艺的天赋啊，挑的半点都没差。按照我说的分量，自己去熬了吧。什么？
这草我自己摘，药得自己熬，这病看得够累。你付诊费了吗？没付。没付诊费，当然要自己熬了，自己动手。哎，哟，这药王谷里还有信鸽呢。那当然，不过这封信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司空长风还活着吗？哼，这人说话够直白的呀。还活着的话，别来钱东城找我了，我去天启城了，有机会来喝我新酿的酒。没了。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他是谁？他呀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镇西侯的独孙，百里东军。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钱东城？他的家人不是不让他去天启城吗？信上是什么也没写。看来你很关心他呀。那是当然，他是我好朋友。哈，那行，继承我一半衣钵后，你就可以去天启城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想去天启城，也谁都该去一次天启城。那里是龙蛇盘踞的地方，也是少年人乘风入天的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年轻时候也去过天启城？哎呀，那个时候，皇帝生病，太医院治不好，3天杀了10几个太医。我师父就派我去出诊，屋内是快死的皇帝，屋外是随时准备拖我出去砍头的长刀侍卫。可是我握针的手一点都没慌。后来皇帝的病治好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人没死，在我这儿都能医。有意思。我也一定会去天启城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进来马车里坐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和人约好了，要看看这沿路上的大好河山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种理由你也相信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你想想啊，你千里迢迢从天启城跑来抓他的师傅，现在他的师傅死了，他难免会把这事怪到你的头上。你这么一算下来，就是他的杀师仇人了。我抓他的师傅，和他的师傅死了，是2件事。如果连这都分不清的话，那他就不是我想要找的人，也不是师傅所需要的弟子。得了吧你！你想想啊，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18岁的时候心思就那么狠，心思就那么的细腻啊？越过前面这个山坡，可就再也见不到钱东城了。我小的时候觉得钱东城很大，怎么也逛不完。稍微大了一点呢，就觉得钱东城也不是很大，骑上个小半日的马也就到头了。现在看来，钱东城确实很小，小到我再走远些，便再也看不见了。那有好好的跟父母告别吗？
我父母他们不肯见我，说要见就等几年之后回来好好的见。只要爷爷和我说了些话，他说若是我受了欺负，就传信给他，他便会带上破风军，马踏天起，来给我出气。侯爷是真豪迈。我是不会让他那样做的，那样不就是谋反了吗？所以，在这天启城里，我一定会好好的。传回钱东城的，也只能是我名扬天下的好消息。哎，你说他一会儿会坐过来吗？小二，哎，自然。来，喝茶。多谢。哎。这一路，你也没有看我一眼，也不同我说话，为什么？如果日后你真的进了学堂，还得叫我一声小师兄。你的考学品行都与我息息相关，到那时候，你可不能像现在这样，想不理我就不理我啊！我不是不想理你，我只是有点害怕。害怕你会一直认为我还记恨着你，所以啊，有点尴尬。还是孩子气。不，这叫少年气。好，那你且说说，为什么你觉得我会以为你记恨我？因为你来了，我师父死了。哎，这是事实。可这却是两件事儿，这两件事看起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。但归根结底，若不是一开始我的剑灵舞剑，大家也就不会认为我的师父还活着，深藏钱东城，那我的师父也就不会死。所以这么看起来，真正害死我师父的人，是我呀。哎，你千万不能这么想，你要这么想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唉，放心吧，若我真是一直这么想，也就不可能走出钱东城了。我真正的杀师仇人，是那两个不明身份的无法、无天。对于这一点，我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还请雷兄，还有小先生，无必多虑。你看看，明事理，不愧是以后要做我小师弟的人。你的话还没有说完。不错。尽管我想了很久，并且想了很多道理来说服自己，可我的心中仍有一股怨气。若不是你来，或许我的爷爷加上我的舅舅就能护住我的师父了。所以，我心里仍然很想打你一顿。好，那便等有朝一日，你能打得过我的时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你小子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可知道我们萧若风可是李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？我呢，虽然比他早入门几年吧，但我却不是他的对手。等你要能打得过他，估计也得等你7老8十了吧？很快他便不是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喽。哦，为何？因为那便会是我了。哈哈哈哈！来。公子，
公子，说，学堂的文书到了，是让你担任这次学堂大考的初试考官。来人还特地强调了，这是知会，不是商量。师傅明知道我并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却非要让我做什么初试考官，还真是老顽童啊。这就叫能人之所不能，不能人之所能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为了捉弄我们，为难我们，以此为乐呗。哎，你说这百里东君入了学堂之后，发现他未来的师兄，他早就认识了，会不会很失望？公子，你说，就算是小先生选出来的人，也得要通过学堂大考才是。可为什么听公子所言，好像这个人就一定会是百里东君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是个好问题，你倒是回答呀。看来，这初试的题目，我要好好想想了。天启城总算到了。我以前住过天启，却从未好好看过这城门。听说当年白羽剑仙也曾问见天启，救下他即将被砍头的徒弟。临走之前，还一剑把这牌匾给砸了。世间高手，无一人敢拦他。这个故事是真的。我也要这样。这可不行啊！这是杀头的死罪啊！那当年白羽剑仙被杀头了吗？谁杀得了他的头啊？他呀，可是剑仙啊！那就等我以后也成了什么仙，再一剑把这牌匾给劈了。我以你们二位先行到这儿，二师兄送东君回学堂，我先进宫了。驾！走吧。驾！天启城啊，路还是那么宽，比乾东城大太多了，真是我畅游一番啊！是啊，遥想当年，我与顾剑门也曾在这天启城中并肩游赏，如今你却被顾家所弑，千败于西南道。既然你有意探寻此间风物，我便先行返回学堂了。小姐，二小姐，姐姐，鲜切的山牛、羔羊肉，还有薄如蝉翼的鱼片，男爵财产的凤菇，我先吃什么好呢？先吃什么好呢？我就知道阿姐对我最好啦。是当二小姐心心念念着，小姐一大早就暖好了锅，炖好了肉。那当然了，她可是我阿姐。不着急啊，好吃的可多了。姐姐这次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，带回来好多新鲜玩意儿。江南的3米花糕，朔风的9曲花肠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姐姐，我都想吃。哎，你们这次去柴桑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吗？据说那里繁华至极，还盛产美酒。阿姐，你有带回来吗？青儿何时这么喜欢喝酒了？这次去行程匆忙，倒是忘了带。哎呀，无妨，下次再去嘛。小姐，
小姐，二小姐，是莫奇轩呀，坐下来一起吃啊。出去说吧。何事？百里东军已经到了天启。天启。现在这个时节，他是要……没错。学堂大考。仙儿，有什么事儿，阿姐他们需要出去说呀。你们此次出行有遇到什么事儿吗？阿姐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小姐她……哎，仙儿，你待会儿再去帮我拿一盘羔羊肉，那个肉太好吃了。还有那个凤菇也拿一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刚刚说姐姐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你就踏实吃吧。你姐姐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小姐，不能再犹豫了。他若是真的进了学堂，有了李先生的庇护，我们北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天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风声过窗棂，江湖潇潇雨，星辰变幻烟波里。天下有几人可舍去你？豪气落座相逢皆知己。待我策马长风，天涯任浪迹，前路纵然如迷不停蹄。如今乘风也愿远去，今夕是可惜，怒马现一尘烟气。来天启第一件事儿，雕龙小筑，驾！谁呀？竟敢在背后偷袭本小爷！雕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你刚刚说想喝，现在还想喝吗？香。嘿嘿，我不让你喝。哎。你这人。嘿嘿嘿嘿嘿。天启城，你才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路，等你能从这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再说。你谁呀你？哟，胆子很大，气势很足嘛，就是没有配得上的能力。一马关进天启城，还早了些。这个青笋也超级好吃，一会儿再给你拿点。姐姐，你快点儿，我都快吃完了。这羔羊肉可好吃了，你多吃点，我让仙儿待会儿再去拿一盘。
青儿，怎么了？我呢，要去一趟北离的天启城。你在天外天替我遮掩，瞒过吴相使。什么呀，阿姐？你刚刚回来又要走，我就知道莫奇轩来准没好事儿。我以后看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青儿，乖。我不听，我今天是聋子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只吃东西。你就当帮姐姐一个忙，好不好？青儿，等忙完了，我们北阙就能复国了，爹爹就能出关了。你不想爹爹吗？可是我更想你。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天外天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我这次把心儿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小姐。青儿，去吧，早些回来便是。阿姐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让青儿等你那么长时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